小冷场，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赛。我们才出来不到有100公尺吧，不到100公尺吧。哦，你看，现在一只金鲨就在我们前面。OK， 1, 2, 3 now。哇，现在我和变青蛙的手下就是一只金鲨。Well, I think the ball is a very unique product that's made here in Japan. But even before the Spaniards came to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a long time ago, Cindy boat is very limited edition. That is correct. Hey! Woo! Woo! 好辛苦啊！大量水啊！对了，开心了！对了，翻动！哇！很大只哎！他不去，拿上去！其实要让我一直住在这种环境，我是可以的。我也蛮想。Good morning， 宝后！小岛风情呢，就是这么的舒适自在，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啊，也没有生活压力的烦躁。贴心的蔡哥啊，更是一早就出借他们的镇店之宝——海洋风 Jeepney， 为我们的薄荷岛自驾之旅呢拉开序幕。我就是你今天专属的司机。哎，这手牌真的只能靠你。太棒了！哎，我们来这薄荷岛，潜水是你帅，开车是你帅。开这个车很帅吗？帅啊！薄荷岛特辑之卞庆华和他的好伙伴，我的吉普尼。对，耶！我卞庆华和他的手下。没有，我是你的专属司机。你今天是我们的大老板，你想要坐哪里都可以。其实蛮紧张的，因为这台车真的比较长，而且它的手牌跟我们台湾的手牌又不太一样，因为它的 R 档是在左上方，我们的 R 档是在右下方。不要轻易说出上路这2个字，或是安心这2个字。他说我们出发吧。出发！现在是空档吗？因为踩到1档，我现在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入档了，我的油门基本上已经是扁的了。你有发现？我们的油门会立起来，现在油门是扁的。低锁，你不要慌。低锁，你慌的话，低锁我就会慌，好不好？我的心率就110嘞，是吗？好，进入2档的时候，好，第一个弯就见真章了。OK， 要方向盘，完全没有动力，好重啊！有口头小心。看到我手抱青筋都不用力吧？现在满身大汗是正常的吗？别担心，这是有氧。slowly， 马路哦，十字路口。路口要按 T。Start again。耶，真的是太值得纪念了！来此之前啊，就听说菲律宾的 Jeepney 啊是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没想到啊，真的有机会上路实测哎。虽然年近100岁的老车难免有一些小毛病，但是啊，开起来真的是满满的复古跟怀旧感哎，真的是超级有 feel。今天天气阴阴的哦，但是我们有个行程，你知道吗？你还记得你上次在那个科隆的时候，你对潜水艇算是稍微有点入门的，有点抓到了，对，有点诀窍了，对，开窍了。是。那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看大物，因为你上次在浮潜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对呀，我觉得很可惜耶。这次特别还帮你安排了一个，一看到你就惊叹。鲨鱼吗？我要上。金鲨，没错，就是金鲨那个。很大只。那这种天气可以出海吗？它距离没有很远，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们稍微搭一个小船，大概只要100公尺，
我们只要搭那个船之后，然后过100公尺就可以看到那个金沙。我赶来做一下金沙的功课，待会跟他见面。好。他们说金沙不是鲨鱼，不是金沙不是鲸鱼，对，是鲨鱼。金沙是有可能同时出现过7只，这么多。而且做功课的时候是只有看到1、2只啊。对，可是他的点是说，它离外海，就是我们要出去看到金沙，其实只需要出去大概30公尺就可以看到它，30-40公尺，没有落后功课了，没有离岸这么远啊，就算是很入门的、很简单的这么容易看到。但是对于潜水，就是我们可能要下潜下去看到金沙，你现在 OK 了？可以，我一定可以，这样 OK 了。对，毕竟克服心理那个心魔了。因为刚刚查了一下，它并没有到很深只是还是会有点胆怯啦。总之，待会有专业的教练有跟得下去。专业教练就是我本人，冯迪索本人。好了，冯迪索要带着冯迪索猴一起去看金沙了。原来啊，除了树屋之外啊，近几年在薄荷岛南边小镇 Lila， 渔夫呢也发现了金沙徘徊的身影。在当地政府呢细心的经营之下，渐渐的成为热门的景点。而且啊，从蔡哥的民宿出发，竟然花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真的是超级方便。原来忍者卡卡溪头到处都有Is this real hair? Fake hair. Oh, just the head. I don't have hair. Good morning. You don't have hair? Yes. Okay, like ninja Kakashi. 原来到处都有。这里人很注重造型。So where are we going? 在这里其实速度很快，因为这里游客太多了。然后刚好看了一些导览影片，金沙非常的可爱。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3个小知识，关于金沙。金沙刚才讲到第一个嘛，这是最大的鱼类，它不是鱼类哦，它是鲨鱼，它是鲨鱼。然后第二个，金沙的皮呢是有可能厚达15公分的，这么厚，超厚了。所以之前的蔡哥讲到啊，被它撞一下，是有可能会那个。对，然后另外一个，刚刚导览影片讲到最重要的时候，不要靠近它，它靠近的时候慢慢的游开。好 ，OK， 跟大家分享完之后，我们的阿曼教练去来看我们的金沙 ，Go！ 太期待了，毕竟呢，这是我和JR哥的第一次，真的很难想象跟着比公车还要长的鲨鱼一起游泳到底是什么感觉。它会不会撞我或攻击我，还是呢，它会把我当食物一口吞掉啊？搭上无动力的小船，我们也开始慢慢滑向金沙所在的位置。今天是要用浮潜的方式来找我们的金沙，感觉应该看得到吧？我刚才真没想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我一直以为金沙是鲸鱼类，但我刚刚去稍微维基百科了一下，对啊，它是鲨鱼。这里还要讲一个重点，不能擦防晒，因为防晒会伤到它的皮肤，好不好？哦，它就已经在水里面了。天哪，这么近就可以看到，我们才出来不到，有100公尺吗？不到100公尺吧，差不多，离我们的岸边很近哎。对啊，这样就看得到了。哦，你看，现在一只金沙就在我们前。OK，let's go。 1, 2, 3 now. 金沙，然后就另外一只金沙从另外一边过来。我看这里面会出其不意的转角遇到金沙，一种庞然大物排山倒树而来，真的会吓到，好可爱哦！就有刚才仅看它的纹路和那个鳃啊，有种很疗愈的感觉，好大只哦！但是我觉得金沙它很温驯，它完全不会有攻击人的迹象，它只是轻轻的从你的身边上划过，它就悠悠的游走了。终于实际体会到为什么金沙会被称作海中的温柔巨人，因为不管是游泳还是进食，它始终呢都保持着一个不疾不徐的姿态，慢慢悠悠的速度，也难怪大人小孩全部都自由自在的跟在一旁，欣赏它那个优雅的身影，一点都不害怕。
哇，这鱼啊！就要进沙了！我就要进沙了！先冷静，走来。你知道你们刚刚在这里胡闹这一段啊，他就在下面，就这么近，真的就在你们我们这一群人的下面。哦，好可爱的，哦，太可爱，你小心。哦，太近了！我们现在武汉边青蛙的身体下面就是一只金鲨，就这么近，就这么近哦。我拍给你看啊，看，不要。是不是很近？真的超近的！哇！有来薄荷岛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金沙，太可爱了，太震撼！但我觉得最害怕的是跟他正面对决的时候，然后他嘴巴张开，我就不动了，我就完全不动。我刚拍到超多很震撼的。我看你正面，我刚在正面在那拍，我拍超久的。但我刚才知道叫你小心，因为离他超近。对啊，但其实很危险，它就是啦，你像一辆已经拉了手刹车的公车，就一直停在那边。他们说他很 friendly， 但是我觉得对大自然还是要有那种敬畏的心，就是你要小心一点。没错，毕竟呢，金沙最长可以达到10几公尺，最重呢可以到20几公吨呢。就算呢它只是轻轻从身旁擦肩而过，都有可能呢无意间造成伤害。所以啊，来此体验呢，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非常值得，很震撼，太值得了，而且看久了会有点，当下真的会有点害怕，但久了会觉得哇天哪，它怎么那么可爱，这么温驯，然后它鳍就这样吐气出来，超可爱的。我一直以为人家画那个金沙是把它画 Q 版，对，它真的很 Q， 真的金沙可能没有这么 Q， 就很 Q。其实大家水里面超 Q 的，你有看它眼睛吗？对啊，我刚有竞拍，然后它在吃东西嘛，我想去正面，可是它突然这样眼睛这样转过来看你，然后就要往我这里转了，我就赶快就不动了，因为正面看到那嘴巴张开还是会有点害怕。人生成就解锁，要知道啊，鲨鱼啊可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比恐龙啊还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能够有机会与它共游，绝对呢非常值得纪念哦。不过啊，要说到恐龙，没想到薄荷岛上竟然还真的有全菲律宾独一无二的恐龙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大哥，你知道薄荷岛啊，它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东西，就是你看过侏罗纪公园吗？当然。那你知道恐龙蛋吗？恐龙蛋是化石吗？化石？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其实这部算已经算是海岛国家。对啊，当年火山爆发的时候，恐龙灭绝啊，搞不好就蛋的化石在山下。因为我们其实算是菲律宾海板块，对，菲律宾海板块，所以这边以前算是沉在海底。对啊，我浮起来之后，说不定是包什么立刻变动，举上来之后暴龙蛋，有可能。那我觉得到时候一定要买一个回去。对啊，也是恐龙眼，对，买一个恐龙蛋回去，真是蛮应景的。如果它有恐龙蛋化石啊，可是买不起的，这可能几千万吧。对啊，然后我买一个纪念品可以吗？看一下，看它有没有做成钥匙圈，对，或是娃娃，蛮酷的，还是做几个蛋。对啊，到底是侏罗纪，还是白垩纪，还是史前留下来的恐龙蛋呢？还是沿海纪 ？It's me。可别以为我们在胡说八道哦，因为这些恐龙蛋的资讯呢，也是无意间啊从当地人的口中得知，我们才临时安排进行程当中。至于啊真相究竟如何，相信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好奇吧。嘉哥，你看地上化石，对呀，真的化石所以我们来到这么野生的地方了，跟我们指示是找恐龙蛋哦。所以这里是有什么侏罗纪公园的遗址吗？前面很像一个神秘的村庄，看一下，来，哇，这沿路都是那个贝壳的化石因为火山这里有火山，因为火山的关系，然后恐龙在这里全都灭绝。而且你看这车，哇，这比 Jeepney 更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侏罗纪公园的恐龙专车。Welcome to Tanino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Tanino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Yes, Asin Tibuok. What's your name? Veronica. Veronica. I'm JR. And my name is Andy. What is dinosaur egg? Dinosaur egg is
the asintibok that looks like dinosaur egg. Asintibo Asintibok is the whole salt. The whole whole soul， salt. Whole salt. 整颗的盐呐。哎，说到盐巴，我们也认识不少哎，什么海盐啊、井盐啊、湖盐、竹盐、玫瑰盐，就是没有听过这恐龙蛋盐。而且啊，制作的过程啊，还要使用大量的椰子外壳。据说啊，更是由岛上的博霍拉诺族传承了好几百年的专业技法。要说他们是世界上最特殊的盐巴，绝对不过分哦。它泡了3个月的海水，我觉得它那个扎实度已经不像真正的椰子壳了，有点软。哎，要小心哦。哎，真的哦，它里面是软的。对啊，我刚看到有个手势，就是膏。哦，所以它泡了3个月就会变红色。你看，哎，这像什么？你知道吗？各位，台湾人一定很有感觉，超像槟榔渣。你看它原本是长这样。对啊，你看比较一下。 Just to say, different from. 哇 ，you can see different。 Yes.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 coconut 在菲律宾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看，太好用了，它的功能真的超多的。呀， You want to work with us? Can we? We can employ you. OK. we are very expensive. Yes, I'm very handsome. 啊 Work for us. ，very handsome to do this. Yes. 哦，有了。你要顺着它的纹理来做。 Am I right? Yes. And we are looking good. Oh, more than looking good. Okay, more than looking good. 哇，天哪 ！You say a sentence so sweet. Oh yes, I'm saying the truth. Oh, that's true. Oh, you're so beautiful. That's true. Thank you also. You're so beautiful for sure. 所以这样就可以。对。哎，宝贝，小心哦，我的手这样。有蛮深的。我本来这边在科隆岛的时候已经受伤，现在我在薄荷岛又再度受伤。哦，这是我的，对不起啊，还好对不起，忍住。其实我很勇敢，其实我很耐痛，我超耐痛。这伤口有一点深呢。对，狮子上面充满了蘸水。哦，还好有手套保护，避免更严重的伤势。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哥的利落刀法可不是1天2天的功夫。而且啊，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光泡这个椰子壳的水池啊，就大有学问哦。利用啊孤老石堆砌而成，然后靠着旁边的潮间带的海水的涨退潮，自然而然的带进海水呢，浸泡3个月的时间，切成小块后啊，再干燥好几天，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 Veronica, like this. Yes. That's good. 他说等火冒起来再哦， Spray na no. Spray na. 我们不能心急，我们要等火起来，然后才能再丢。 This step, for what? Make hardened ash. 哦，把它烧成那样的灰烬。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取盐的方法。这是他们当地用椰子壳来取 To 盐。 get the hardened ash, you have to sprinkle seawater again, just like that. Hinay na nung. Okay. 为什么火还没要把火浇熄啊？ Pag walang pagdidilig ng seawater po, hindi tayo makagawa ng hardened ash. 所以他们刚才加的水不是一般的自来水，是海水，也不是山泉水哦。而且他们加的量其实只有一点点，他们是为了让那个咸度更起来，他们有把那个火浇灭，所以它的火还在里面闷烧。火还在里面闷烧，就是慢慢的，然后让这个很多的时间，对，让这个盐烧出来嘛。嗯。 We started it from last Monday. 哇，他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才可以变成那样。我以为烧1个下午，然后就可以用了，所以要1个礼拜反复的烧干了，再加海水，烧干了加海水，所以才会结晶成这么多的海盐。所以等于他们要24小时有人在这边监工，要顾着，对，要顾着，不能让火熄灭。这个出火很累。经过1个礼拜的烧制啊，椰子壳呢变成块状灰烬后，便可以收集起来进行后续的步骤哦。而此时啊，才来到整个工序的一半。由于啊相当费时耗力，难怪啊全岛只剩3户人家在制作哎。来 OK， 再过去。OK， 3、2、1 ，Put it。哦，换气时间，换你。这么快，哇，这个撑不久。 More power. 你看 ，more power. Yeah, more power. Yeah, like that. Like this. Yes. 哦，因为那个烟熏的味道，加上盐的那个灰烬。哇，这份工作非常辛苦啊。
我来了，海水来了。 OK， 他说要慢慢的，然后一圈一圈 slowly 的，像什么你知道吗？各位，你们现在拍这里的整个特写啊，像不像一个很大的滤纸？然后我们再冲美式咖啡，手冲咖啡有没有？透过竹制漏斗状的过滤器和层层围起来的棕榈叶，过滤出盐水之后啊，终于来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煮盐阶段。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施，完全依靠制盐师一匙一匙的将盐水舀入特制的陶瓮之中。So the final step is fire Yes. and put into the Clay pot. 它倒这个海盐水啊的那个东西是海螺哎，这完全是最原始的取盐方式。各位你们看一下哦，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舀水的是海螺做的，这个把旁边的盐这样刮下去，有没有看到没有？刮下去，这应该是椰子壳。Is this coconut shell? No. This. one coconut. 呀，你看，软软的。Andy，有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Okay. ？3、2、1，不求人。对。所以这两边滚的水和冷的水都是刚刚过滤出来的水。OK， 哦，好酷！哎，这个很好用哎。对， OK， 我先逃离一下。哎，哇，这不行，出去！我操！刚才便整个脸流满汗，现在看我整个手臂都低下来了，因为里面真的很热。好热，里面大概有40度吧。好，你现在再不要动哦，你看啊，1、2、3。有时候这种在健身房的时候，这种是兄弟感情的表现。你会怕对不对？你害怕我吗？刚才你流血之后，我都义不容辞的帮我洗水，叫汉娜帮你擦。好热哦！对，真的好热。透过这样不断煮沸的过程，盐水便会在陶瓮之中结成一颗完整的盐球，而这也是Asin Depot名称的由来。而且早期盐巴是非常珍贵的民生用品哦。靠海的民族生产盐球，和内陆的农民交易稻米，这也让制盐师曾在菲律宾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2024龙年最新开运小物 Dinosaur Egg 放在你家呢，可以让你风生水起。真的，这样很像恐龙蛋。对，那你觉得我这个还没有剥开那个陶瓷的部分这像什么？这像那种传统楼梯的扶手，上面有个头。哦，木头，对，一个圆圆的这样。快，大量水给他。晕了，哦，开心了。好 nice。对了，关渡。有哇，很大只哎。他跑出去，拿上去。按下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蛋。这像那种传统楼梯的扶手，上面有个头。哦，木头，对，一个圆圆的这样。哦，比较老式的建筑。对，然后下面还有个那个。对，可据说呢，在刚出炉的时候会长这样，然后我们需要稍微敲一个地方，或稍微拨一下，把它拨开，就变这样。对，所以我们现在试试看，可不可以把这拨开哦 ？OK。Can we try this? Yes. And break. It's hard. 哇，很硬呢。You have to. 慢一点，好，慢一点。哦，可以了，我也开了。所以你看，稍微再开一点，就真的很像恐龙蛋，这个很酷，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据 Veronica 说当地有蛮多一些高级的餐厅的食材会用这样的盐来入菜。哦，它的盐巴的那个洁净度没有像海盐那样那么洁净，它比较有点带灰色，就很 natural。对，很 natural。你知道吗？现在我觉得我们活在都市的都市小孩，东西越干净其实不见得一定好，很多添加物。对因为像我生小孩之后，像很多纪录片就讲到说，你让你的人或你小孩待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你弄得越干净，是对身体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怎么样？我觉得综合香的味道很像有窑烤的味道，炭焙的味。那盐分一定有，但它盐分没有这么咸。是，所以我怀疑我们平常的吃的海盐是不是有在特别加工一下？因为真的海盐这样结晶萃取出来没有那么咸，但是有一种刚刚我们两个讲的微微的感冒药水的味道。
它那个炭焙的味道一开始非常的浓烈，非常的呛，但是它那个味道消散的蛮快的。然后那个盐味就淡淡的开始慢慢的扩散，有点很像你真的喝到海水的感觉。So, Veronica, you will add this salt to your meal Yes. Where are you seeing this? very often. Yes. Oh, In our meal. you cooking yourself? Yes, we're cooking. 听老板娘说啊，这种古老海盐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味道辛辣且带有点烟熏和一点点的果味，非常适合肉类调味。推荐我们晚上可以到市区专门使用恐龙蛋调味的餐厅尝鲜一下哦。趁着天色还早，我们继续往内陆走，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头戏。他跟牛手不会开始玩没有考啊，我那时候刚好发第2张专辑，所以我没有时间。我只记得我大概练2、3次就去考自排了，还考过了。菲律宾很淳朴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无时无刻满脸都笑容，而且他们生活很 free， 对啊，步调很 slow，就像跟着那种慢慢的音乐的一个节奏感。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包容力很强，对他们的人很好相处，但他们的马路不好相处，因为那个坑洞实在太多了。像他们的马路，你会发现没有红绿灯，没有啊，过马路完全是自由行政，所以你觉得，到底该礼让谁呢？还是你可以先过？你要让他先过，完全就是自由行政，所以大家就停下来啊。然后当所有人都停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口就塞车了。但我觉得菲律宾人就是很 free， 所以相对的他们与世无争，所以就不去计较任何事，所以相对的就很好相处。还有我觉得开车其实要小心的东西，像我们台湾开车最要小心什么？摩托车。对啊，要闯出来。但是他们这边要小心的东西，除了摩托车以外，还要小心鸡啊、牛啊、狗啊、猫啊，各种动物可以突然从那个草丛间突然冲出来，而且还有公鸡会像飞机起降一样从很高的地方降落。对，这些公鸡是会飞的。对，但我觉得很常出现的画面是说，我们在跟那个店家或者是餐厅啊，或这个景点的人在讨论接下来的事情的时候，台湾人会比较激动一点。对，然后你就看菲律宾人就这样 easy okay easy don't worry easy boy。不得不说啊，只要在菲律宾路上开过车，驾驶的技术啊，应该可以提升一个层次哦。不过啊，虽然路况不佳，但是目的地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好舒服哦！哇，这好像那个御茶园的广告，对不对？而且也很像霍元甲，有没有？他们在外面在那边插秧那边，很像世外桃源，超漂亮的。但是这边要小心走哦。是，有点软。这边我们在走在那个田埂上，然后这边的那个泥巴比较软。OK。你有看到我的脚吗？我们不是才刚走而已嘛。刚你怎么变这样子？在你没有发现我，你让我脱队的时候，我自己就不小心踩到个超软的。一陷下去，整个到直接膝盖。哇！而且你不觉得这边虽然是海岛，但是会有山林的感觉？是啊，而且今天便带我们来这个梯田村，就这种大自然带给你的正能量，还有带给你的那种分泌脑内啡多巴胺的那种愉悦感。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觉得梯田是天然形成的，它不是天然形成的，不是啦，它是自然，它是人为的。在可能幅度比较没有那么倾斜的状况的那个山，就可以做这样的梯田。比如说小丘陵上，它就可以用，好像茶园这样。对，所以它不是自然的，它是人为的。然后可是它又可以善加利用这个地形，然后还可以种很多东西，就让土地最大化它的价值吧。没错，早期啊与恐龙蛋交易啊最重要的商品就是梯田村种植的稻米。现在啊，卡达普达潘梯田呢，也是各国旅客感受田野风光、享受大自然的最佳去处。有机会啊，还能体验到最道地的农家生活哦。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来帮他洗澡吗？因为牛其实算是在梯田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没错，重要的一个生财工具。对，而且听说水牛非常爱干净，所以它很喜欢洗澡。然后你看它头上有很多蚊子，好像它喜欢泥巴，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些泥巴可以避免它被蚊子那个叮咬。哇，帮它敷着，泥巴浴。哇，
好可爱，好乖哦。好像有那个泥巴，对，那个蚊虫比较不会弄它，对不对？哇，敷一下身体。哦，它很扎实哎，超扎实，而且它好乖哦，你怎么那么乖呢？好可爱哟！它喜欢冲头。哦，真的啊？嗯。好想看他现在的表情是怎么样哦。很 enjoy。嘉哥，你是第一次帮牛牛洗澡吗？当然啦。哎，我们没有帮牛洗澡过。对啊，我也从来没有帮牛洗澡过。但这也算是我第一次跟牛这么接近哎。对啊。平常我们都只有吃到牛排啊什么的。我们去。对。嘘，在他面前不要讲这种事情。哦。不敢。OK， 他肚子饿，因为我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牛排。对啊，所以他听到牛排之后马上奔走。对不起，我的错。便便刚刚在他头上。对不起。讲说我平常只有吃牛排。哇，他赶快吓得跑走。哦，他现在自己洗澡。哦。OK。Vida。怎么讲？他怎么讲 ？Vida。一拉。不。哦，来，快大量的水给他。哦，晕了。哦，开心了。好 nice。晕了，翻肚。晕了。哦，终于翻过来。翻肚洗澡的牛牛也太可爱了吧！魅力啊，完全不输早上的金沙哎。而且啊，既然来到农村，听说下午茶也一样很 special 哦，还得自己动手抓才行。村长说这边有泥鳅，但是我根本看不到泥鳅在哪里。这水很浊哎，慢一点捞一下喽。白痴哦，吓死我了！你射飞盘啊！我刚刚听到的呼吸声，你会不会吓我？逗你而已。好，冷静，不要闹了啦。你不要着急。这边有东西！那什么？有东西跳起来！这边吐气泡。去，我们起码抓一只。这边吐气泡。哎，我有感觉。真的假的？我有感觉。我看。我看，不知道没有哦。哎，有哎！哇，很大只哎！他跑出去，拿上去！哦，不行，我要加油！找到了！哎！哇！有吗？有吗？有一只，你看。哇，你这只超大嘞！对。哇，这是很厉害，那个刺真的很大。来，我们放进去，就是一种鲶鱼，然后，因为它很像我们平常在吃那种药炖的那种口塞。梯田村啊，果然地尽其利耶！水牛的澡堂啊，也可以是鲶鱼的池塘。只要跟当地人借个厨房料理，就有好吃的下午茶可以吃哦。刚抓完鲶鱼之后，然后要请这边的邻家来帮我们料理一下。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他的厨房。他的厨房就是这种很传统的造木材，但是你仔细看上面哦，这边其实是他们的烟囱，所以那个烟就直接这样子出去，所以里面其实不会有烟味。这个他们古人的智慧真的很厉害。其实，在台湾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烧柴方式，就算你可能在很乡下的地方或者是很 local 的地方，其实都看不太到这种烧柴方式。因为台湾最传统可能就是还会有个瓦斯桶，然后一定有个瓦斯炉。但是这种烧柴的方式，你看它下面全部都是木材，所以等于他们需要生这个火的话，他们必须先去山上找木材，找这种干的木材，把它砍下来之后，或者是把它晒干，然后才能把它当成柴火。而且你看哦，他们的柴火跟他们的火种是有分的哦。你看这算是那个椰子树的叶子，所以等于算是他们的火种，就他们要先拿这个当火苗，烧起来之后才可以放这个柴火烧，很棒。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等一下我们的鲶鱼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有人说他出门前已经把22天份的那个健身都练完了，所以他来菲律宾已经完全不用健身。你看我们的伙食有多好，这样就居然有小腹哎。它这个椰奶跟我们平常吃到椰奶不太一样，更浓吗？我觉得它有鱼的鲜味。那鲶鱼是完全可以拿去卖的，好赞哦！好好吃哦。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待。我真的有点肉了哦。哎，我这万年不变的腹肌，出一次外景就没了。不是你刚整个睡着之后，放松之后更明显，因为我们刚刚坐在那边看，你的肚子真的鼓起来。你还记得你前几天说什么吗？对啊。啊？你还记得你大概在出班的时候讲什么？然后你说你已经到2月4号的分量都练完，你都练完了，出国前那 schedule 都一天打叉，练完打叉，练完打叉，叉。现在身材叉。哦，我们现在这身材真的不行，而且我们坐外面好像还有一天在泡那个汤，这个是炖猪肉的。哦，哎，我们现在2个是肥油的，我们那个炖那个肥五花肉，五花肉，我们要炖那个东坡肉，就那个人家鸡汤里加的精华火腿，就是我们的。所以今晚上会不要练吗？好啊，练啊！是哎，在克拉克，在科隆的时候，他都是不断不许我要练，然后我们很有精神。我们今天晚上再怎么累，都一定要健来 this。但昨天晚上到哪里？我们在哪？薄荷。对，待会4组啊。不要啊，我就烂了。真的吗？我真的练不下去，我好累哦。4组就好了。哎，为什么蓝兔这么累啊？因为累积前面的嘛。真的啊？那我就废啊。我现在地板就停在外面。好嘞。第4个。是你叫醒我的。放开。我幻觉一种沉醉的猛兽。来，我们做一种叫轻松一点的菜。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神现在已经处于弥留的状态，然后这个人要逼我健身，好硬哦！快一点！哦，你是年轻人呢，很累呢。好，在船上，在克拉克的时候，嘉哥，走，45分钟练，45分钟练，然后练完之后，嘉哥，真的谢谢你陪我健身，谢谢。然后到薄荷，没有我就可以，我不练，你好厉害哦，我不练。快点50啦，15，不要拖，48，49。我错了，我不该唤醒这个健身魔人的斗志。我说这亚哥啊，你还是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毕竟在这么美景如画的梯田村里面，不是应该好好欣赏一下景色，享受一下美食才是王道吗？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感觉啊，有别于之前那种海上仙境，这也是一种仙境，没有海但一样很美。待下来，你不觉得心里也蛮平静的？然后仔细看，哇，这风景也是很美。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看海，我觉得很像仙境，整片山，都是梯田，然后全都绿油油的，我个人更喜欢。而且今天有别于，就是今天又下了雨，你们看，今天山上起雾了，很多起雾，然后云雾缭绕的感觉，这更仙境。对，很棒。看一下这鱼，炭火煮出来的。对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很好吃。好香哦。好香哦。好吃哎。哇，原来鲶鱼肉。我一直以为鲶鱼肉是很松散的，但其实它很扎实。对，来吧，试试看这个。椰汁的。它这个椰奶跟我们平常吃到椰奶不太一样。更浓吗？我觉得它有鱼的鲜味。有鱼哦，可能因为就是跟着鱼一起做吧。我跟你讲，疯掉。差不多可以来吃这个鱼了。真的假的？跟刚刚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它是另外一个物种，是不是？哇，好弹哦！是不是超弹的？这有煮熟吗？它肉很粗哎，我觉得应该是有煮熟，但是它煮的恰到好处。哦，熟的啊。这鲶鱼的是Q 到不行哎。我真的觉得他们很会料理。这鲶鱼是完全可以拿去卖的。好赞哦。好好吃哦。
真的太值得了！今天的自驾之旅啊，完全感受到原始岛屿的百变风情。不过啊，据说晚上的餐厅可是5星级的哦。赶紧先回蔡哥的度假村换装梳洗一番，再来好好品尝一下恐龙蛋盐巴的奥妙滋味，是不是？这次外景我们第一次有稍微打扮一下 ，settle 一下，对不对？对，然后不是在戴帽子为了遮阳，那是因为我们要有个仪式感。我们要来试用我们今天做的那个 Dinosaur Egg Salt。附近我觉得应该是评价很好的一个5星级的，算度假村吧。哦，这个 view 蛮漂亮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那个无边际泳池下面直接接那个珀尔岛的那个海滩。哇！好了，我们刚刚经理约在这里。Hello. Hey,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Welcome to Morita. I am JR. Oh, you're JR. Yeah. You're And I am Andy. Okay. What's your name, manager? I'm Leeds. The greatest view. Thank you. So welcome first to Amorita Resort. Because we have to use we made a thing de board. Oh, is that right? Yeah. Cool. Your restaurant, the Lost Cow, use a thing de board into your steak. Yes, we do. And we're the only ones to do that here. You want me to put some salt in there? Yeah. Okay. So the chef will do the table service for us? Yes. Okay, thank you. Wow. Ooh. Like the snow. 开启小雷场，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蛋。Why you want to try Asintibo into steak? Well, Asintibok is a very unique product that is made here in Bohol. It's actually a prehistoric way of making salt. So even before the Spaniards came to conquer the Philippines a long time ago, that's how we used to make salt that way. So there's only very few families in Bohol who actually make it. Probably you visited one of the families. Only 3, right? That's right. Yeah, That's 只 correct. 剩3家工厂在做这个恐龙蛋。而且我们刚好听他讲，真的在西班牙进来之前就已经有这个 Asintibo 的技术了，而且是最独一无二的。所以那一家老板没有乱讲哦，这是真的，因为要求证一下。对。所以Asintibo 其实是Asintibo is very limited edition. That is correct. Yeah, that's the right way to say it. 为了搭配世界上最特殊的盐巴，经理也不啰嗦，直接准备最高级的牛排套餐。光是烧烤的过程啊，就像一场艺术表演一样。左边的服务啊，更像一场历史、文化与美食的顶级飨宴。Hey everyone, I'm Chef Rangpan, the executive chef of Los Cow. This is Billy's, my assistant. Wow. We're bringing you the tomahawk. It's a prime rib eye for almost 1.5 kilo. Okay. And we're using only one knife. Oh wow. Made from Bohol. Blades. Oh. Wow, are you a hunter? Yes. You look like hunter. 你有听到它切开那个卡兹的声音吗？那个脆的表皮，卡兹哦。然后你看那很前面那个血水那个肉色是刚刚好的。对，这应该3到5分吧。粉红色哎。对呀。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kay. What we call this Asintibo. Asintibo. Yeah, do this. You want me to put some salt in there? Yeah. Okay. So the chef will do the table service for us. Yeah. Okay, thank you. Wow. Ooh. Like the snow. Let's go. 好像下雪一样哦。Hey chef, you have to add the salt like so drama style. Yes, sir. Oh wow. Drama style. Yeah. More. There we go. More. Use your muscle. Oh. Asintibo. 恐龙蛋盐。开启小雷场，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蛋。OK， 我们下午讲的奇特味道不见了，很 pure、很极致的盐味，然后穿插在那个肉的纹理之间。这个盐比一般的海盐，不知道是它磨的方式还是怎么样，更细。
更细、更粉末，然后味道更平均。所以我觉得它提味牛排，我觉得是我至今觉得最适合提味牛排的盐。反正这烟熏味道，因为我们单吃的话，那味道很重。对啊。但是现在那个烟熏味道，反而是帮这个牛排加分。Maybe the salt and the meat will mix with the wine and give you a different. It's so match. Yeah. Yeah. Cheers. Thank you, Liz. Thank you. 传统弯刀啊，加上古老海盐，让顶级牛排的滋味啊，融入了历史的轨迹和在地的风情，也让我们呢看到大型的饭店为了保护传统文化而做的努力。没想到啊，小小的薄荷岛拥有自然、人文、历史、饮食等等丰富多元的内涵和特色，绝对呢值得大家细细品味与探索哦。